7月1号，新华网刊登通报，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不再接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由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仅是中央委员的陈小江接任。马兴瑞成为习家军倒下的第一个政治局委员。值得关注的是，新晋封疆大吏陈小江与中共元老胡锦涛和温家宝有着多重深层渊源，也相当于提前拿到了下届中共政治局的入场券。而习近平提拔中用的军工系大员彭丽媛的山东老乡马兴瑞卸任后去向尚不明朗。此番人事异动再度折射中南海高层权力生变。那么陈小江仕途与胡温系统究竟有着怎样不一般的关系？新疆为什么被中共视为必须守好的西北疆大门？他在忌惮什么？又为什么陈小江成了那匹黑马？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马下陈上看似常规的人事调整，实则预示着中共高层政治生态的变化。特别是陈小江的仕途轨迹，清晰透露出他与胡锦涛、温家宝之间的不一般关系。陈小江出身水利系统，堪称胡温派系的天然成员。胡锦涛早年毕业于清华水利系，温家宝则长期分管农业水利事务，两人都高度重视水利系统干部的培养。而陈小江在水利系统内先后受到3任水利部部长牛茂生、汪树成、陈雷的提拔与信任。这3人正是胡温时代的典型技术官僚梯队成员。牛茂生曾是温家宝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的副手，1993年至1998年任水利部长期间，陈小江一路从中国水利报副局级编辑升为党委书记、总编辑。其后胡锦涛在清华的同窗，汪树成接任部长，陈小江继续担任汪的直属下属，稳居核心岗位长达8年。2007年后，陈雷接棒水利部，陈小江则出任陈雷的办公厅主任，成为部长的大管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陈小江在2001年至2004年间被安排赴甘肃挂职，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甘肃省长陆浩。陆浩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在甘肃政治网络中的核心人物，早年担任胡锦涛政治引荐人冯继新的大秘。陈小江的这段任职不是偶然挂职，而是深陷在胡温人事体系中的组织安排。甘肃是胡温共同的仕途起点，历来被视为他们的政治资源地。温家宝更是连续20年担任甘肃团人大代表，任总理期间6度赴甘肃考察。陈小江在这一背景下担任省府大内总管，凸显其在胡温系统中的深度信任地位。如今陈小江空降新疆，成为正国级梯队中又一位水利系统出身、受胡温系深厚影响的高官，显示出这一派系一脉并未完全隐退，而是要在新的高层布局中发挥再平衡作用。可见马下陈上不仅是一次人事任命，更是一次权力延续的表达。长期从事统战与纪检工作的陈小江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似乎不同寻常。外界有一种解读认为，是中共对新疆局势重估后做出的战略调整，背后隐含着中共对中东局势渗入风险的深度忌惮。长期以来，中共把新疆视为政权安全的重中之重，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任党委书记。新疆不仅占中国领土的1/6，也是中共“一带一路”通往中亚、中东的门户，更是涉及民族、宗教、地缘和国际外交多重因素的敏感地带。此次人事变动发生在中东巨变之后，尤其值得注目。旅澳法学家袁宏兵指出，中共在中东地区有2个主要支点，一个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另一个是伊朗哈梅内伊政权。他说，中东局势突变，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叛军联合力量推翻，其中东突主导的军事力量中，绝大部分都是新疆维吾尔族反抗运动的成员。这股力量去年底已公开筹划回流新疆，明确将打击目标聚焦于中共暴力政权本身，避免误伤平民。这一策略转变对中共构成更大挑战，令北京极为不安。
面对来自海外维吾尔武装潜在的政治和军事风险，马兴瑞的经济治疆路线显然已难以应对这种形势。这时，陈小江的出现恰好符合中共转向安全维稳优先战略的需要。陈小江具有罕见的纪检统战双重履历，在中共体制内历练多年，是对党内监督、惩戒、审讯机制极为熟悉的铁腕型干部。更重要的是，他自2020年起担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主张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认同党的领导，对中共民族政策和新疆宗教事务都有掌握。同时，他又具有中共特务机构纪委的铁血性格，因此才能把他调往新疆担任书记，来应对新疆目前这种局面。简言之，在中共眼中，陈小江既是懂民族的官员，也是搞纪检的利器，更是统战的熟练操盘手。他的到来标志着中共治疆模式的再次强硬化、内控化和安全导向化。人们注意到，陈小江并没管过地方事务，突然空降到中国最敏感的位置，简直是一匹官场黑马。而这匹黑马的背后，是整个中共高层换了一批掌舵人。时评人江峰分析说，这次新疆换帅，深挖就会发现，陈小江不仅曾是石泰峰的下属，还是王岐山的人，更是胡锦涛团派系统中的一环。他其实就是中共团派加纪委加统战的混血儿，并不是单一路线上来的，而是被不同元老派系反复使用、共同信任的那种技术型老干部，具有强烈的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组部会选他去新疆，空降进副国级权力高地，因为他是一个折中产物，一个现在的党系统和最高权力系统共识的候选人。江峰指出，新疆换人这一局棋，不是习在下棋，而是党在下，它不是开局，而是残局。这是元老派打响的反攻第一枪，因为除了新疆之外，中央政治局委员接任省级党委书记的，还包括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和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中共20大习近平在各省各部委安插自己亲信的力度有多大，那么今天将发生的这种托底反杀就有多狠。江峰认为，此事传递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信号，习家军的绝对权威正在被瓦解，而真正中共老组织的新班子正在重掌方向盘。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在新疆打响第一枪，那么接下来谁会是下一个马兴瑞？国安、公安、金融，恐怕后续有更多的连台戏会唱下去。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